小镇做题家代表着一种思考的方式。现在网上经常说大厂做题家嘛，你到了大厂以后还只会按照做题的模式使劲的卷，对吧？人生可能就被困在了学校、考场还有工作场所的格子间里面。青年人所面临的意义贫困吧，它可能比就是物质上的这个贫困更加可怕一点。怎么死也要考上大学，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了。2020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在线上火起来了。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很早，13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系统的研究精英高校里面的农村籍学生，在4个985学校，每个学校有500个学生做这个追踪研究调查之后呢，我们就紧接着做访谈，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就都有一些共性，整个的高中的生活经历好像就是那种培养做题机器人，就是你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到了大学以后，面对那些自由啊空闲以后，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干什么，容易自我低估，他就会觉得我这个社会能力不如别人，在探索方面可能就是容易自我设限，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容易有一点后知后觉。有些人找到了，我才想到说，要找工作了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在讲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个读书的时候只会死读书啊，只会自缢自怜，对吧？只会抱怨？不是的，因为我自己来自农村，我更多的能够站在他们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是在那个安徽的一个就是农村长大的，这个什么国家级的这个贫困县，一下大雨老师就不让我们是上学，怕那个建筑塌了，老师都是用方言带我们读课文。高中到了市里面不敢讲话，我的同学呢，很多人觉得我是哑巴。像我这样出生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天花板，就玻璃天花板，你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村子里面没有谁上过特别好的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北大清华觉得不可能，综合类大学呢学费比较高，我要去一个师范类学校。后来我就填了华东师大，进了英语专业，但是北大应该是可以上的。到了大学以后，我的室友什么的都特别好，可以拽着我出去玩，参加一些 party 什么的。但是呢，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那些社会活动的场合。 party 呢开到一半我就跑出来了，就觉得离我的生活实在是太远了。我们讲社会流动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些农村的孩子，对吧？他们的童年其实他们回忆的时候其实也挺美好的下雨天我们在稻田里面，对吧，玩什么的，然后会放鞭炮对吧，会恶作剧什么的。但是一到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的时候，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你会这个才艺，对吧？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但是自己好像不太擅长，他就会觉得我这个社会能力不如别人。这是他们面对的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我转向了教育专业。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在做老师的，让学生看到社会阶层方面的教育不平等。我不要单纯的从他个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是不是智商不够，是不是努力不够。这是我们的贤能主义或者说优绩主义给我们的故事版本。我想呢去驳斥这个版本。前几年的时候呢，开始带一个公费定向师范班，他们大部分应该是来自粤东西北，孩子可能不太善于向上社交，这样可能会错失很多的机会。带着他们跟我们学系里面的老师一个个的吃饭，也会鼓励他们出去，比方说在周边旅游我就会送一些票给学生，我说你们去看展，去听听音乐会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呢将来就是你们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我们就是教育社会学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里，个体的困扰呢，往往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困扰。不平等的趋势正在加剧，社会流动的这个困难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思考的再深一点呢，大学到底肯定什么？我们的教育的内容要不要做一些调整？教育不是说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和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来生活的一些价值。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够长久的解决一些内心的一些困扰吧。